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my channel. 大家好，我是 Steven，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本期视频是一个 quick update， 一个快速更新的，主要是我决定把 Threads 克隆这个项目的前端代码开源出来。这个地址呢会在视频的介绍里面贴出来。我之所以要把这个前端的项目开源出来，主要是由于YouTube 的这个可能之前定的2个里程碑事件的话是很难达到的，所以说我目前的计划的话会优先把整一个项目的前端代码开源出来。其实整一个项目的话是大致上分成2个部分，第一个部分的话就是前端的代码有2个仓库，后端代码在这一次是没有开源出来的。我期望的话是当达到500个订阅的时候能把后端的代码也开源出来，但是也有可能会在后续找一个时间的话也会把后端的代码开源出来。同时呢，也主要是针对这8个多月以来呢，这个项目的一个小小的总结，以及对于未来的一个规划。这个Threads 克隆的这个项目呢，开始是在去年的10月份，到现在目前为止的话，已经接近8个多月的时间了。在这个期间呢，陆陆续续看到有 Threads 它做了大大小小的更新，也去同步迭代跟进它的实现，然后也花了大量的时间。这个项目的话，我目前在整一个 GitHub 或者是在 YouTube 上嘛是没有看到有过类似的这个教程的，而且就是目前 Threads 它的整一个交互的话，我觉得话还是相对来说，对这个项目，对于一个想用来学习 React 对于整一个项目的一个架构乃至还有一些后端的设计，我觉得我个人认为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项目。如果你对 Threads 的那个 Web 端的技术感兴趣，乃至于整个产品感兴趣的话，那么我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其次呢，就是本期视频的第2个内容就是我近期在 Threads 上面看到扎克伯格的他的发的最新的帖子，有看到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因为你可以看到他最近发的一个推文的内容是 Testing Pinned Columns on Threads for Web， 就是他的 Web 端的 Threads 近期会迎来重大更新。这也是为什么近1周到2周时间内 Threads Web 端它没有一个功能的更新。以我过往的对于 Threads Web 端的一个观察的话，它至少1周以内至少会发一个小版本，或者是2周，或者不会说1-2周时间内它整一个的站点没有一个更新的内容。所以说事出蹊跷，它肯定在酝酿着一个大的更新。我觉得这个版本的本次的一个更新的内容的话，算是一个 break change， 就是一个重大的更新。因为你可以看到我估计这个用户呢，他是 Threads 本次更新的一个灰度用户了。你可以看到它整一个的站点的话是至少在首页，目前看首页的话是发生了比较大的一个改变。这是这个用户他回复 Jack 他的那个下面的那个评论，你可以看到这个时候的那个Threads Web 端它的首页的话布局已经跟原来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导航栏的话又最
最新的那个头部的导航切换到了左侧的导航，这是只是看到首页部分的这一部分的变化，目前还不得，不知道其他部分的，比如说现在它首页这里有三个大的那个分类，一个是 For You， 还有一个 Following， 还有一个这个 Profile， 就是个人主页。这三个部分的话，我觉得它之所以这样设计的话，是充分利用了Web 端在宽屏下面的一个屏幕的一个使用率吧。这是目前 Threads 它原站使用的一个布局，可以对比看一下。就是首先在首屏的利用率上面来说的话，它的新的改版的话是使用率是比较大，但是我这里有一个疑问了，就是这样的话，用户在浏览帖子上面的话我觉得会不容易去聚焦信息，因为虽然说它利用了整一个页面的这个版面的话，但是在信息上面这是我从一个用户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有一点复杂的，让用户抓不住，就是他想看的内容，就是浏览起来的话，会有一点点复杂嘛，我觉得。然后其次的话，这是我对于近期 Threads 可能会有的一个重大更新的一个浅显的一个看法。它之所以没有这么快速的推进出来，因为我觉得这在产品迭代上面属于一个重大更新。Threads 它的考虑的话也是比较谨慎的，就是它可能会优先去灰度一部分用户，然后通过这一部分的那个用户的一个反馈来最终决定是否全量，或者是说他在灰度期间还是会收集一些建议去做一些优化的。当然在这里的话，对于我这个克隆项目的话会有一个比较大的难度，就是我觉得我个人感觉的话，它除了这个帖子的这个展示之外，整一个的至少首页方面来说的话是相当于基本上重做了，而且你也不知道它这里的这个这其他的板块它的一个展示情况是怎么样的，所以对于我这个模仿者来说的话，后续的工作量也是如果说我要去同步实现的话，这个工作量也是非常大的。目前的话，我在开源的这个也打了一个 tag， 就是 0.01 这个版本的话，算是目前就是比较稳定的一个版本。就除了这个整一个功能的话，就除了那个发帖的，就哪些功能没有实现呢？首先其一的话就是这个它这里有更新了，它这里的这个 icon 这已经发生变化了，今天更新的。就是目前有哪些内容没有更新呢？就是发帖的时候的这个发送 GIF 的这个功能没有实现。然后的话还有是关于帖子举报的这个也是没有实现的，我觉得这个可能要做，就是它在交互上面来说的话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重要，而且需要去成套的做一些功能出来，这一块是没有做的。然后其他功能的话，在这个 0.01 的这个版本里面基本上都已经实现了。还有就是外观它这里也是做了一些更新了，今天更新的，它这里做了更新然后整一个的这个下拉框这里也有更新了，下拉框到这里的分界线是没有了，我看一下首页它还有没有其他的更新。目前来说的话，这些 icon 都发生了变化。你收藏看一下这里有没有改变。它是有更新的，就是这里今天更新的，就这里做了一些更新，隐藏。就是这里的这个下拉框这里更新了。那么本期的视频就差不多到这里结束了。如果你对 Threads Web 端的技术感兴趣的话，那么欢迎订阅我的频道。目前的话，整个项目的前端相关的代码的话已经放到 GitHub 上面。如果你对这个项目感兴趣的话，欢迎去 Start 或者是
把项目拉下来去自己了解。我这里还拉了一个 Discord 的一个群，如果你有什么疑问的话，欢迎你加入这个群去提问，我会在群里面去回复大家的问题。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谢谢收看。